他再一次被生活打败了。为了逃避城市的喧嚣，他躲到了乡下，租了间破旧不堪的台球馆，勉强的在这里住下。因为他的存款不多，只能付得起这里的租金。虽然生活曾给了他一记重击，但他却把这里当作人生一个新的开始。作为一名打工人，4年时间仅攒下了几十万的存款，所以要在这里生活，那么一切就都要精打细算，尽量不去外面吃饭，买东西跟老板多砍价。如果每天都省着点，也许能在这里坚持生活个1年。他并不为此感到憋屈，而却正恰恰相反，在这里可以看一整天的书，也可以整夜追完自己想看的影片，在山上听风铃声小酣，清晨没事到海边遛弯，还能偶遇到图书馆管理员大凡。这样的生活正是他梦寐以求的。如果天上的妈妈看到他生活的改变，想必也会为他感到骄傲。엄마도 거기 잘 있는 거지? 보고 싶다. 많이 많이. 可他突然来村里的行为却被这里的村民一直误会，为了想将他赶走，村民甚至派小孩每天给他捣乱。发现水管破裂，想打电话让房东帮忙维修，可房东却说什么都不愿意管。但也正是这时他才知道，原来那些捣鬼小孩的背后正是这个房东。挂断了电话，他决定自己维修，但粘好的水管只要开大还是不行。不过他也发现，只要使用时开小一点就不会再漏水。他到图书馆看书，可以一转头的时间，刚才拿的书就泡了水。大凡赶紧跑来帮忙，一再安慰他没事，并去想办法将书弄干。原来制造这件事的正是门口看到的这个女孩。可女孩回家听到奶奶说的话，却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了后悔。昨天她的酒鬼爸爸喝多，奶奶为了将他扶起，不慎也摔倒在地。夏天正好路过，于是便好心帮奶奶一起把男人送回了屋。为了表示感谢，奶奶还递给了他一把糖。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碰到一只总跟着他的小土狗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抱着它在这里待到了夜晚。第二天，大凡正在练习如何才能正常与人问好。안녕하세요。또오셨네요。 안녕하세요。 안녕하셨네요。 네。 이런。夏天来这里想确认昨天被弄湿的书好没好，原来图书被水弄湿后，只要放进冰箱就能将其恢复原样。为了表示抱歉，夏天请大凡和姐姐喝咖啡，还递给了他几个糖。这时女孩也回到座位，也发现桌上多了一盒铅笔还有糖，原来是夏天在对她表示自己的友好。如果生活遇到挫折，你只能不断的去打磨，而打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想到那个小土狗，找到小狗发现它腿部受伤，于是便想将它带回家照顾。第二天，他先是来还大凡的雨伞，然后又带着小狗来到相遇的地方看书。可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二话不说上来就指责他为何要将狗抱走。随后他想带狗离开，可很明显小狗并不愿意跟他走。他情急之下对女人说不如将狗卖给他，可女人却张口就是30万天价。虽然他存款并没有多少，可还是准备将可怜的小狗买下。就在他交钱给女人的时候，小春走了过来，本想帮夏天解围省下这笔开销，可没想到女人连小春一起骂了一顿。回到家收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，本以为好久没联系是哥哥想他了，可谁知道竟是嫂子又惦记上妈妈给他留下的戒指。妈妈去世后，房子和钱都被哥哥拿走，而留给他唯一的念想只有这一枚戒指了。오빠 지금 내가 어떻게 살고 있는지 알기나 해? 알지. 아는데 우리 가족이 좀 돈이 급해서 그래. 나는 가족 아니야?生活的美好往往都是在一瞬间才会被发现。因为生活不如意，他独自买醉缓缓醒来，竟发现破旧不堪的餐桌上有人为他送来美味的午餐。他端起锅一口将汤喝掉，又发现在食物中夹杂着的便签。 할머니가 아빠 데려다줘서 고맙대요. 연필도 잘 쓸게요. 原来送食物的是图书馆见过的小春，他正沉浸在喜悦中，竟在清洗时发现了脸颊的伤口，还从兜里发现了取钱的记录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400多万存款不见了，而最后的记忆只停留在村口的小卖部。然而阿姨却告诉他，看到他喝醉后不停地敲打取款机，因为钱给的不够而一直在犯难。但听说这里最多只能取40万后，他转头便走向1公里外的银行。阿姨怕他把钱弄丢，还好心帮他装进了塑料袋中。随后他跑到银行想查监控，可工作人员却说今天不行。幸好房东小哥认识行长，这才帮他看到了当时的画面。他醉醺醺将钱取出，随后就倒在了银行门口。但幸好被散步的大凡看到，他们急忙找到大凡，想问清当时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大凡帮他把钱收好，并一路小心地陪着他往回走。可夏天在路上不知发了什么疯，非要感谢大凡对自己的好。
就这样他的脸颊才会负伤。但随后他邀请大凡去租住的台球馆喝酒，大凡却将他送到小卖部门口，将钱丢给他后便匆忙的离开了。大凡很抱歉没有将他送回家，但他心里其实也是因为有隐情。夏天失望的继续去寻找，而回到图书馆里的大凡却有点坐不住。夏天回到家翻找时，突然看到小春留下的便签，于是他急忙跑到小春家，可一进门还没等他说话，小春的奶奶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夏天曾帮过奶奶的忙，还因为小春主动给他送饭，让奶奶意识到他们俩成为了好朋友。看到奶奶的激动和热情，夏天原本想说出怀疑小春的话，却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临走时，奶奶送给他一袋西红柿，并对他说：“우리 봄이 잘 좀 부탁해요。”这时他也对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了羞愧。就这样，全村人都知道新来的夏天丢了400万存款。他翻找垃圾的时候，大凡也在默默地帮他寻找。村中的大喇叭24小时不间断广播。就在寻找一天无果他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大凡帮他找到了钱，但他却说是自己当时忘记，被他无意间带回了家。 아까는 저한테 주셨다 그랬잖아요. 제가 가지고 갔다고. 죄송해요. 回到家，他碰到小春，因为早上找他，所以他来问问是什么事。夏天带着对小春怀疑的愧疚，邀请他在家里吃饭。在出门买面的时候，还偶遇一个男孩，原来他是喜欢小春的男同学。就这样，他们煮面一起吃。夏天也在这时对怀疑小春而道歉，虽然没有直白的说出原因，但能看出因此他们的关系已经被拉近。看到夏天家的水管爆裂，小春二话没说，直接跑去房东的杂货铺，跟他讲理让他去给维修。而这时不知什么原因，房东一改以往态度，热情的招呼他们先回去，自己马上到。而他来的时候，竟然还给夏天带来了一车家具。夏天看到后一脸诧异，原来都是因为房东的小孩。其实夏天的钱是被小孩上学时捡到，当时他还以为是上天给自己的赠与，于是就将钱带回了家。可听到大喇叭广播后，他才明白自己犯了错。随后他找到大凡寻求帮助，大凡为了保护小孩的心灵，所以才会对夏天说是自己无意间把钱拿走。经过房东的帮助，这里终于有了家的模样。而夏天为了感谢他，想给他一些钱作为补偿，可房东死活不要。小孩为了自己错误的行为，还给夏天买了薄饼作为道歉，一时间弄得夏天有点不好意思。男人想拜托夏天不要把小孩做的错事说出去，夏天当然明白，更何况丢钱本来就是夏天自己的错。从此夏天又多了一位好朋友。房东回到家，突然发现夏天最终还是把钱给他放到了车上。小朋友也因为这件事收获了正确的成长，因为不受人待见又丢失了全部存款。他本想放弃在这里生活，可生活的美好却在一瞬间又都聚集到他的身边。 언니, 근데 여기가 원래 대봉 오빠가 어렸을 때 살던 집이었던 거 알아요? 아니? 정확히는 오빠네 집이 여기서 당구장을 했었어요.